中国硬汉刚出场就遭日本黄毛偷袭，日本人叫队友群殴刘文波，中华虎杨建平看不下去，冲上台以1敌2为中国选手报仇。画面中可以看到，这个嚣张的日本黄毛站在硬汉刘文波的身后，准备发起偷袭。此时刘文波还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靠近。就在此时，日本黄毛冲过来偷袭一记冷拳，接着踩在刘文波的身上狂踩数十脚，就连裁判都拉不开他，这实在是太阴险了。而刘文波呢，刚刚遭受重伤，现在没法站起来还击。日本黄毛拽着刘文波来到擂台中心，不断的用撞击来攻击刘文波的身体。而刘文波的手部也是因为刚才被日本人狂踩了数脚，导致现在没法抽出手来进行反击。在刘文波只能站在擂台中心硬扛他的进攻，而这时日本人居然还抠眼偷袭，同时正面撞倒，这是抓了一个空档，非常的阴险。至于日本人的打法，裁判准备拍地，但刘文波成功挣扎了起来，这样的话比赛就还没有结束。不过刘文波现在的状态非常差，被抓着头发拽起来，连续吃到2发肘击，3发肘击打完，刘文波开始了他的还击，一发铁肘打到日本人的脸上，日本人匍匐倒地。刘文波硬吃对手一拳没有关系，再还你一拳，这就是中国硬汉刘文波，他终于找到了状态。对手来了一记大嘴巴，但这一招其实在擂台上是违规的。刘文波看裁判没有叫停，他也还一记大嘴巴。两人在擂台上居然扇起了大嘴巴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少见。日本人还在嘲讽刘文波一记寸指，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。这也是中国功夫非常少见，在擂台上展现出来。掰腿本来想终结对手，但日本人殊死反抗，还是让他坚持了下来。刘文波换个进攻思路，将对手直接抱了起来。这个位置能不能来个抱摔？漂亮，直接将对手扔倒在地，重重摔在地上。现场也是响起了非常大的嘘声，这是对日本人刚才偷袭的不满。拽着对手扔到笼边，刘文波来到边角，依靠弹力直接冲过来，冲锋过来，一记砸拳，拽着对手往笼边扔去，对手架在笼边，完全失去了力气，漂亮！刘文波又一次发起一波猛攻。刚才还嚣张的日本黄毛，此刻没了生气，任由刘文波宰割。刘文波不断的用砸肘打到对手的脸上，这个时候他也需要缓和一下自己的体力，刚才的进攻实在是太消耗体力了。抓头扔倒在地，刘文波需要一些加油声，让我们为刘文波送去加油，为他助威，准备终结。而就在此时，日本队的教练居然冲上擂台，将刘文波中途打断，这完全是藐视裁判，藐视擂台规则。裁判也是在笼边进行警告，刘文波呢也是很不服气，过来找裁判理论，他犯规了。但就在此时，日本黄毛居然抓住了一个空档，在后面偷袭刘文波，又和刚才一样，他抓着刘文波的头，狠狠地向笼边撞去。这实在是太不道德了，日本的素质就这样了，冲过来居然整个人骑到刘文波的身上，来了一个凶猛的撞击。刘文波被放倒之后，日本人还不善罢甘休，又冲过来一记飞踢，正中胸部。这个位置有心脏在那可是非常危险的，而日本人这种狠招都能使得出来，实在是用心险恶。台下的举牌女郎也是吓得花容失色。日本队的教练在台下接应，刘文波倒在台下之后，他居然还在台下进攻偷袭，不断击打刘文波。但就是这样的情况裁判居然也没有叫停比赛。我很严重的怀疑裁判这场比赛是收了日本人的黑钱。刘文波在台下开展他的反击，这场比赛他以1敌2，并没有放弃，他站了出来。虽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，但他用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告诉日本人，中国硬汉不是你随便欺负的，大汉来打我没关系。现场观众再次送上欢呼声，为刘文波加油。日本人还搞偷袭，漂亮，这一记大嘴巴扇的日本人直接倒地。日本教练还敢嚣张吗？观众还是非常给力的，一直在为刘文波加油助威。又来一记，扇的日本教练找不着北，整个人趴倒在地根本站不起身。偷袭一拳，刘文波嘲讽道：“怎么没有劲儿了？”刘文波看一下，漂亮，一发右手的重拳将对手直接打倒在地。日本教练趴在地上
狼狈的爬行。这个时候还要偷袭，刘文波连续的肘击，漂亮，再加一记大嘴巴，将对手直接抽倒在地。现在刘文波已经是占据优势，但这个时候日本黄毛又从背后偷袭，他又冲上了擂台，现在完全是一个尴尬的情况。他从背后是束缚住了刘文波，而此时中华虎杨建平站了出来，他面对这种不公的情况，他叫停两人，称你们这是不公平的做法。而日本黄毛呢，好像不认识杨建平似的，他居然抢过杨建平的水，喝了一口之后吐到杨建平脸上，这完全是莫大的侮辱。杨建平作为中国的著名格斗选手，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待遇，而这场比赛也是一场如此不公的比赛。杨建平要为中国选手证明，找回我们中国选手的场子。日本黄毛在台上准备要终结刘文波了，他掰着腿，而杨建平现在在台下越看越生气。刘文波非常痛苦，他匍匐的向笼边爬去。裁判在进行读秒，还没有结束，日本黄毛居然还想再虐一遍刘文波，他不想就这样比赛结束，他还想再占据他的优势，不断的欺辱着刘文波。刘文波站了起来，漂亮，一发肘击砸到脸上，对手还以重拳，两人有来有回，但这场比赛并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。刘文波刚才一直是一个1打2的状态，他本来有充足的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。日本黄毛被打在笼边，刘文波不断的用肘击进攻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日本的教练，他可能还会再过来偷袭。日本黄毛刚才差点被打得翻白眼了，直接扔倒在地。刘文波再找一个角度进攻，但没想到被日本教练从背后偷袭，直接半脚放倒。两人冲上擂台，就连裁判都给打倒在地，完全没把擂台规则放在眼里。就在此时，杨建平看不下去了，他要冲上擂台主持公道。杨建平先对日本教练直接一个过肩摔，轻松放倒，接着转身后蹬腿，直接把日本黄毛踢得翻白眼儿，接着跑到地上去拉起我们的中国选手刘文波。这就是中华虎杨建平的实力，上台瞬间将2个日本人轻松放倒。而此时呢，他还非常有武德的过来查看一下裁判的情况。但我说这裁判就应该罚下场去，他连日本教练都管不了，他还当什么裁判？刘文波也是抓起日本黄毛的头。此时刘文波说：“我要和他来一个真正的1v1单挑。”杨建平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给你一个公平的竞技环境。”刘文波开始了他最后的还击，连续的重拳打到日本人的脸上，这将是比赛的最终时刻、终结时刻。让我们也来看一下，举起日本人来了，刘文波的终结技放倒，直接抱摔，日本人被打得昏死当场，抱起对手的左腿。裁判在进行读秒，比赛结束了。刘文波以一个 KO 的方式将日本黄毛送回老家。这个嚣张的日本黄毛在中国居然还敢如此放肆。杨建平、刘文波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这样精彩的中日大战也由此落幕。不知道各位观众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帮我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徐峰，我们下期3再见。